Hello，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个全心爱你的人是怎么样子的人，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以及你们的一个相处模式。好，我们来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哦，有关于第一组你们对应到的能量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呢？下一个全心来爱你们的人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张牌 ，Ten of Wands 权杖十。好，第二张牌是 Ace of Pentacles 金币 ，Temperance 节制牌 ，The Emperor 皇帝牌，哇哦！接下来。圣杯八，这张牌看到的是正义牌，好 ，Justice 正义牌。那我们先从第一张牌这个权杖十看起好了。大家可以看到权杖十这一张牌啊，它画的是一只兔子哦，它手里握着10根权杖，那这10根权杖非常的高大，甚至超过了他的身高。那对他来说，其实握的有点吃力，所以等于说他是用双手紧紧的抱着，才可以将这10支权杖都抱在他的手上。而且这10支权杖其实是往不同的方向去的，他们的方向是不一致的。那这只兔子啊，它站立的时候是直挺挺的站着，不是垂头丧气的，所以他有信心可以把这些10根不同的权杖都抱好抱满，而且有一种就是我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手的一个感觉哦。这张牌在讲什么呢？我觉得未来的你们，未来这个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他绝对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哦。他身上，有非常多的责任担在他的身上，那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原生家庭，或者是工作环境、职场，那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上司、他的领导、他的同事，都非常的信任他，因此呢，就给他了非常多的任务、很多的责任、很多的问题，他要去处理，特别是那种别人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都会交给他，因为这个人他的能力很好，他扛了非常多的压力。那有点像是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所以这些磨难出现在他人生中的挑战，其实会让他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强。而且这个人有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他不会将这些责任转嫁到别人的身上。大家可以看到，虽然他的权杖非常的高，兔子抱的这些权杖很高，超出他的身高，可是他并没有一丝一刻想要将这个权杖放在地上，或者是请别人帮他抱一下，他没有，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而且他的腰杆挺直。所以这个人他其实对自己也是蛮有信心的，他觉得他可以做好。那他这个人呢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蛮会利用现有的环境，就是如果有一些东西啊，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哦，他有一些东西不明白，或者是他要去接触新的人，他要去打点一些关系，那他还没有这种人脉的时候，他其实会透过不断的学习，或者是不断的跟人交流，去改变他现有的一个处境跟环境，而且不断的从他人生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一个突破，同时啊，也可以达到物质世界的某一个特殊的成就。那我觉得这个成就啊，他不是为了要满足他自己哦，看起来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享乐的人。我觉得他所谓达到这个物质世界的成就，他其实是为了他身边的人，他的伴侣，他的家人，因而去
这种很努力去扛起，而且是独自扛起各种事物。那这张牌啊，也有看得出来，他的心理素质是蛮坚强，很有意志力哦。他很相信自己，这种人很可能是这种白手起家，或者是说，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一定奇迹的人。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牌。那第二张牌啊，我们出现的是金币一，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只兔子，它长着翅膀飞在天空中，然后它下面是一个非常大的钱币。这个钱币呢，它还有装饰特殊的一个花纹，是很特殊的一枚钱币，一枚金币。那在这个兔子跟金币的下方，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花园。这个花园很美，它有一个用花织成的这个拱门哦。然后呢，这个花园呢，从读牌者的角度望出去，其实是一条宽广无阻碍的道路。然后一直往外望的话，看到的是一片蓝天白云。这一张牌一出现，我觉得这个一的能量非常的强。这个人他目前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而且他目前身边有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他得到一些财务上的成功。他身边可能会有贵人，而且就是身边充满了很多人提供给他的一些机会哦。那他可以得到他身边的人一些承诺，或者是支持，或者是说他有很多业务上的一个订单等等，就是他整个人的能量啊，正好处于在一个一件事情、一件好事刚开始要发生的情形。也就是说啊，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正要起飞，事业上正要起飞，而且他的路是被打开的，是畅通无阻的，非常有前途。往前面走，看到的就是蓝天白云，他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去达到一些对他而言，对这个社会而言是有价值的事情。他可以不断的去迈向他所想要达到的那个成就跟理想，而且呢，这个成就跟理想不是一个白日梦，它是建筑在很稳固的金币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上的。好，接下来再看到下一张牌。下一张牌出现的是这个节制这一张牌哦，14号的节制牌。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它画的是有一只兔子，它手上各拿着一个杯子，然后中间有水，它正在进行调和。这两个杯子中有不同的不同的液体，然后有不同的特性，然后它将这两个不同特性的物质啊，把它们混合，因此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那这个节制这张牌啊，它强调的是一个混合的状况哦，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啊，他能够就是对于接受他人的意见是一个很积极的心态，就是他能够对于不同的意见或者是价值观能够同理并且理解，同时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有一种好像非常随机应变的感觉哦。他能够融合一个讨论的话题中，然后能够兼顾大家的观点，同时啊也不忘去表达自身的意见。我觉得他是一个在人际处理上蛮有弹性，而且蛮懂得去应对的人哦。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平常在日常生活上，他是一个生活有度，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蛮讲求公平正义，因为后来我们这边也有出现了正义这张牌，他讲求的是一个生活平衡，他追求的是一个平衡。所谓平衡呢，可能包含了
家庭跟工作的一个平衡哦，他尽量在追求。当然，我们第一张牌出现 Ten of Wands， 看起来他的这个目前，因为他的事业正要开展、要起飞，我觉得可能他跟你相遇的时候，更多的比重会放在事业上。然后他上轨道之后，他其实长久而言呢，他还是想要追求一个家庭跟工作的平衡，以及感情，还有他自己私人时间的一个平衡分配得当。他生活各方面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蛮规律的人。他的健康，或者是说他的财务、他的金钱，他都是有规划，然后都是有一个计划的，不会说过于不及，不会太过放纵，或者是太过节约等等。等于说他是一个蛮实在的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在面对生活的人，而且他的心态上基本上是蛮平稳的。然后最后这张正义牌会觉得这个人不仅心态平稳，他还是一个蛮有正义感的人。所谓正义感，就是他比较不会去占人家便宜，或者是说他为了工作上的利益啊去出卖良心，然后他也不大会去做一些比较投机的事情。我觉得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一个具有理性跟判断力的态度来处理事情。他会希望在一开始的时候将整件事情的全貌，整件事情的一个总体的这个情形弄清楚之后呢，他才会去一一的评判哪一些是他该负的责任，哪一些不是。所以基本上这个人的行动是一个平衡、公平、正义的方式来行动。他本身能够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平衡跟行动，其实也代表他的脑袋非常的聪明。他有聪明的脑袋，所以他才可以这样子去思考，有逻辑的思考，审慎的思考，然后来知道哪一些人是真的要来帮助他，或是哪一些人是中立的，哪一些人他其实是面善心恶，是要来欺骗他，或者是说想要占他便宜的。其实在他面对的这个工作环境、职场，或者是他身边的这些人要去判断就是人实际的那个心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他有这个能力，就是他有这个智慧可以去判断，所以你们其实可以相信他。如果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做什么决定，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去相信他的。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人他给你的这种承诺不会太过于浮夸，他可能不会去弄一些很盛大的惊喜，比如说就是铺那种红玫瑰的那种地毯或者是点很多的蜡烛气球然后有很多人来见证某一个很盛大的场面哦。那他不大会去做这些事情，可是他认为所谓的他认为所谓的这种浪漫跟体贴，其实是建筑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比较像是他会那种天冷了，就是会为你记得提醒你多带一件外套，或者是走路的时候都会让你走在内侧，然后防止外面的这个车辆来撞到你。他比较是属于这种生活上的这种实在的体贴，因为这个人他会觉得今天他做一件事情对你好，他要思考这件事情他是不是可以长长久久的做下去。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每一个月都来搞这种盛大的玫瑰花什么之类的，那他想要的就是他今天要为你做一件事情，他不要觉得说他只是为了追求你而去做的，他希望他是可以始终如一的，所以他要对你做的就是他以后每一天都可以去对你做，对你实现的一个关爱。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张牌，一张是皇帝牌哦。那我会觉得这个人他本身这个紫微斗数来讲，他有这种紫微坐命的感觉。
这个人呢，无论他的年纪是大是小，他的心态上都是属于这种比较成熟的，而且比较负责任的。刚刚一直有提到，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哦，而且他是有这种很清晰的头脑跟智慧，就是也许别人需要去想很久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延宕很久的一个事情都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是有很多别人看不到的盲点。国王哦，他居高临下都可以看到，而且某一方面而言呢，我觉得他很像是这种比较有霸气，或者是像是强人的这种感觉哦。他是一个蛮有力的人，他的负责是这种直截了当的负责，而且他很重视实际，他是一个很明理、很喜欢秩序的人。他喜欢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规矩跟秩序，而且他非常重视事物的一致性，同时啊，他很坚毅，个性上是非常的坚毅的。就是他只要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他就会努力想尽办法，实现他想要做的这个愿望。我觉得他如果想要追你，他也会想办法排除万难去追到你，他会有他的一个策略。好，看你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会制定一个攻略嘛，他会制定一个计划，然后呢，他会很有野心的想要把你变为他的人。好，那这一张牌啊，我觉得他在关系上也是一个愿意负责的人，然后他会试着努力去避开一些会危及你们关系的事情，或者是说危及你们共同未来的一些人事物。他会试着在你们的关系中加入一些一致性的一些规矩，可能是他希望跟你做一些协调，或者是由他建立的这个一致性的规矩。他本身是一个有节制的人，他不大会去这种搞一夜情，或者是有小三、小王，或者是婚外情。这个人，为什么不会去做？因为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有点说他不屑去做这么不道德的事，因为他觉得这种不道德的事不配上他是一个皇帝耶，他有这种紫微坐命的感觉。好，有一点高高在上，他的自尊心还蛮高的哦。然后我觉得啊，他因为皇帝嘛，他坐在这种王位上，是一国之君，所以他可能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属于这种领导者的位置，或者是在家庭中，他像是一个老大的角色，他要去担负的这个责任，有权利就有责任，就有义务。他有权利，同时他也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其实第一张牌就一直说他扛了很多的责任，那很多是他自己愿意去扛下来的，或者是自己揽在身上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国王这张牌就知道，因为他就是一个愿意去统治人，统治也包含了一种帮助或者是指导，有点像是这种，我觉得它是位于某一个团体的这种中层或者是上层或者是顶端的这种人物，然后他本身对于这个权力的欲望应该也是有所追寻的。他因为这个追寻，他也不怕去扛责任哦。好，他的领导能力很好，蛮能干的，而且有金币，他是一个积极赚钱的人，他赚钱的方式很利落，而且他的能力使他能够得到财富跟地位哦。基本上这个人他有可能是这种经营者，自己创业的人，或者是说他在某一个组织中的升迁是顺畅的。我觉得他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气场，就是非常的显眼哦。但是这个显眼有的时候会使他在群体中变成会有很多人想要攻击他哦，会使他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位置哦。然后有的时候他会因为觉得自己的想法
很正确，因为他是经过逻辑思考所下的决定嘛。那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有的时候会稍稍的难以撼动。一旦他站上这个国王的姿态、国王的位置来下决定的时候，其实有的东西他决定了之后就比较难以撼动。好，那平常啊，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中，他是有这种协调沟通的能力，可是看起来他这个协调沟通跟包容，可能某一方面也是他的一个策略，因为他要让别人对他有好的印象，或者是说让别人可以信服他的一个策略。好，我觉得他在感情上其实会也是有稍稍的这种掌控欲的人，那他也有蛮多这种保护欲的，可能他会有蛮多他觉得是对的这种观念想要分享给你，就是提升他觉得可以帮助你或者是提升你人生经验的事情，他都会尽全力的告诉你们，希望你可以跟他一同成长的这种感觉。好，那我们上一张牌，这张牌是这个圣杯八。圣杯八的出现呢，会觉得这个人他可能在感情上或者是在他的生活中有遭遇过这种很深的一个打击跟挫折。这种挫折呢，也许是长跑的爱情，然后对方跟他分手了，长跑的恋情结果无疾而终，所以他不得不舍去对对方的依恋，然后他转身转变，然后想要往前走，重新的启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兔子它的背后其实有8个圣杯，代表了他满满的回忆，但是他今天呢，因为一些缘故，他头也不回的必须走了，必须离开了。他的眼睛呢是望向前方的，望着那一片未知的海洋跟天上的这个弦月，这个月亮月亮微微的光芒照亮了他眼前的脚步。虽然光线很微弱，可是他还是很坚定的往前走了。他曾经遭遇过这些挫折创伤，但是他心态上已经走出来了，他已经跟过去的这些东西说再见了。他完成了这些过往的事物，然后想要离开，并且再次迈出步伐。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你们。那我觉得他过去经历的东西啊，有可能是这种，有的人啊，他可能是这种婚姻关系的结束那有的人是这种刚刚说的长跑的结束，这种长跑恋情没有得到结果。有的人可能是他可能经历了一次创业的失败，要再开启，或者是他正面临了一个转职转换跑道的一个新的一个旅程那不管怎么说呢，这张牌一出现就暗示了这个人他的心态还是蛮积极的。虽然这样子迈出就是要跟旧有的事物做告别，他的心情是有一点沉重，毕竟这也是他累积了很久的事情，累积了很久的心血，所以刚开始转身的时候，他的心态是很沉重、很困难的。可是他还是愿意往下走，他没有就停留在这边，就沉沦在这边，他愿意改变。这个人是愿意重新出发，重新启程，和他旧有的熟悉的环境说再见。然后呢，他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说心态上有一个新的转变，并且一步一步脱离他旧有的枷锁。那在他未来的这个道路上，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一步他都会碰到不同的人事物，然后他会随着他的脚步的越走越远，就慢慢的越来越轻快。也就是说，这个人跟旧有的环境或者是旧有的恋情难以割舍的事物告别之后，我
我觉得在他的这个未知的旅程上，你们就会相遇了，是一个蛮好的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点他的心态上已经准备好了，他可以以一个全新的姿态来面对你，告别过往，然后他在事业上又是一个充满前景、重新启程，可以获得很多金币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你们两个的相处模式哦。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指引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有什么样的相处的情形哦。好，第一张牌。Ace of Watches。这里有2张牌。最后一张是 The Lovers。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好，我们第一张牌呀是 Compassion， 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对你有非常多的这种心疼在里面哦，他非常想要好好的保护你。他遇到你的时候，觉得你好像是这个小老鼠，它是一只大野狼，然后小老鼠的眼睛啊，眼光水水的，很闪烁，然后大野狼的眼神很坚定，他没有要吃掉这只小老鼠，他想要保护它。然后他可能很心疼，就是小老鼠一个人呢，在外面独自生活了那么久，可能到处流浪，或者是说他常常为了要吃饱，很辛苦的躲在就是别人的家里面，然后伺机而动，看有什么时候有东西吃。就是他觉得你们好像经历过蛮多的不为人知的一些生活的压力吧。那他很心疼你们，在他的眼光中，你们就是这种好像很小的小动物，他很想要保护你们的感觉。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可是这是从他的眼睛看出去，觉得你们好像小小的很可爱的感觉。好，第二张牌啊，他第二张牌画的是这种水晶体，好像宝石一样的水晶体，里面住着野狼，里面关着这个野狼。还有野狼在这个水晶体里面，我们从外面呢，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只野狼的外貌，而且透过水晶的反射跟折射，我们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很透彻，而且很全面的。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基本上就是可以掌握住你。简单来说，你就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我觉得他好像很容易就把你看透，知道你在想什么。刚刚有说，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第一个就是年纪比你大，他有很多的生活历练，看事情的角度蛮成熟的。那或者是说他年纪小，可是他的这个心态上啊是非常的理智，而且非常聪明，就是他能够把很多事情都分析得很精确、很到位。他看人也是一样，他蛮会看人的就是小小的年纪却有这种很独到的一个眼光。好，他基本上呢可以很容易掌握住你们的想法哦。这种想法并不是说这种各种的小小的情绪，而是他可以很快的掌握住你这个人的一个思考模式，以及你遇到事情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他可以推测出你碰到 A 情况你会选择B， 你会怎么做？你可能不会选 C 跟 D， 他觉得你会选 B， 你会怎么样处理事情？这种大方向，他很容易把你看透跟掌握。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蛮会，就是他蛮有保护欲的，而且可能也不大希望你们去碰到外在的那些
纷扰，就是外在世界的纷扰跟烦忧，因为他就是这种紫微星，有这种帝王坐命的感觉，所以他愿意为你去扛很多的责任，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就觉得你们就是一个可能算是有点单纯，然后很容易被骗的感觉嘛，就是在他眼中是这样，他觉得你们没有他那么清楚明白一些人事的道理，或者是没有他这么干练啦。好，接下来这张牌出现的是 Illusion 这一张牌哦，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哦。这张牌画的是一只兔子，非常的可爱，它有长长的耳朵，然后它的毛非常的柔顺，还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尾巴。这张牌啊，它讲的是一个幻想，一个春梦的感觉，代表说这个人遇见你的时候，其实你就符合了他心中所有对他的这个理想伴侣、未来伴侣的一个特质跟条件，或者是姿态跟样貌，或者是个性跟笑声等等的。就好像我们在打靶一样，就是正中红心。他觉得就像有一个丘比特的箭，咻一下射到他的心脏，让他突然要心脏停止的感觉。你就符合他所有对理想伴侣的这个幻想。好，我们最后一张牌，我们出现的是 Lover， 它是一个结盟，一个整体。两个人其实是这种你侬我侬的一个关系哦。刚刚有说嘛，其实这个人他有这种皇帝的性格，看前面几张牌，他可以把你们看透，你好像是他的这种猎物啊，小动物。可是我们到了这一张牌，其实在爱里面，他愿意放下他的这种强势，你们两个其实他有的时候会反过来跟你撒娇，跟你示弱。他在爱里面是有这种很柔软的一面。这两只大野狼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得出是一大一小，他们两个体型差不多嘛，然后颜色也只是一深一浅，没有差很多。然后两个人非常亲密的靠在一起，在感情关系里，他更多的是愿意去倾听，放下他可能在外在比较领导掌控的那种性格，他很多时候愿意去把他内心中比较脆弱或者是比较柔软的地方翻出来给你看，也因为是你让他有这种很安全的港湾的感觉，很温柔的港湾，你让他觉得好像回家了，他可以卸下他在外面的武装，他可以把他的这个权杖，他的皇冠，这个皇冠很重，他把他的皇冠跟权杖放下了之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般的人，他就是一个需要爱的人，他需要爱的滋养，特别是来自你们的滋养，他觉得很重要。他虽然很想要保护你，可是我觉得你们也是有保护对方跟滋养对方的一个能量，你们互相就是一个整体，一个结盟。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是这种1+1的力量，结合起来会更加的强大。你可以帮助他，作为他的后盾。因此啊，他未来的这个前途会走得越来越光明，然后他也会把他在物质世界中努力的一些成就跟你分享。这个就是第一组的你们未来这个下一个真心爱你们的人，他的一个特质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哦。好，那希望今天呢都有对应到，有正确的对应到你跟这个人的能量哦。那嗨，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个来爱你的人，下一个全心全力爱你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哦？我们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好吗？我们一起来抽出塔罗牌，我们来抽出第二组的能量哦，会对应到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很好奇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金币国王、
Three of Swords 哦，宝剑三出现了。Devil 恶魔牌。圣杯二 Two of Cups。Eight of Wands。好。Ace of Cups。哦，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好。那首先呢，我们出现的第一张牌是金币国王这一张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牌画的是一个兔子的国王，然后他手里拿着他的权杖，握着一颗超大的一个金币，这个金币几乎占了他身体的一半，然后他头上戴着一个用树叶做的皇冠，他很有霸气的坐在他的宝座上。那金币国王这张牌啊，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蛮会赚钱的，就是他是一个蛮聪明、头脑蛮好，也蛮认真学习、蛮上进的人。那他的头脑可能是这种蛮灵活，特别是在理财方面，他可能是一个金融的专业，或者是他对于数字很敏感，那他可能在投资方面很擅长，就是在股市中他有一定的独到的见解，或者是这个人是从商的，那也有可能他这个金币是来自于继承他的家业，他家族可能有一些土地、农地或者是房子，或者是他们家族本来就有一个在经营的一个事业哦，那这些都有可能出现在金币国王的身上。这个兔子啊，大家仔细看，它其实它的神情是非常沉稳的，然后手抱着这个金币，端坐在王位上。它周遭的这些植物啊，其实都是财富的象征。我觉得就是赚钱，或者是说这个物质世界对他来说呢，其实都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总能够在这个事业上，在这个财富上交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单，而且他的步伐是蛮稳健、不着急的。就是赚钱这件事，理财这件事对他来说并不困难，所以这个人感觉出来他是一个富裕的人哦，然后他的条件本身蛮不错的。那他也是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跟力量来帮助他周遭的其他人也达到一个跟他一样很好的一个条件，就是他本身有这个知识、能力跟财富，还有人脉这种各式各样的财产。而且我觉得国王他有这种培育的感觉，就是他下面可能有一些他正要培育的人，那他这种培育的人不一定是上下的关系，有的时候他可能是把这个知识传承给他的这个兄弟，或者是他的朋友，或者是周遭有兴趣的人，他其实都愿意分享他的一个知识哦。那我觉得国王这张牌也看得出来，这个人算是一个就是在财务上很安全而且很实际的人哦，他处事蛮利落的。可是相对而言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遇到他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顽固，有一点不敏感。对，他呢，在感情上没有像你们一样这么浪漫，这么重仪式感，或者是说没有像你们一样精神世界这么丰富，没有像你们有这么多内在的直觉力，这种感官的一个丰富度。好，那下一张牌我们出现的是宝剑三哦，他遇到你们的时候感觉很疼痛。为什么很疼痛呢？大家看到这只兔子它的心被3把宝剑穿过，而且外面还下着雨，是在一个很黑暗的夜晚哦，他的心脏不仅被宝剑穿过，外面还下着雨，代表说我觉得他遇到你们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令他内心深感疼痛、深感伤害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可能对他来说很震惊，对他来说有一些现实他几乎不愿意去
面对吧，有一些现实上的打击，他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想，不愿意去看哦，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哦，看得出来，他遇到你们的时候呢，他可能是一个准备要去面对一个比较泄气的结果，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而且是有一种阴郁的一个气氛。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他在感情中遭受打击，他被欺骗，他发现对方出轨，或者是三角的一种关系。那也有可能是他一个心爱的人就是过世，可能是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一个长辈等等的，就是离开他。那这些事情呢，使他不得不接受，虽然他不想要去接受，可是不得不，所以他就处于一个比较失意的一个状况哦。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我觉得人生应该是蛮顺风顺水的，特别是他的物质条件还不错，可是他对于这种人情啊，他比较没有很大的一个提防跟戒心，所以这个人他蛮容易在这种人际上被人家伤害或者是欺骗。比如说可能因为对朋友太好，因为他的同性缘跟异性缘都不错，可能会在金钱上被骗，或者是说他对异性比较不设防，他对异性比较天真，在面对异性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心机，因此可能有人会特意的来接近他，骗取他的一个金钱，或者是为了要获得某一种地位。然后看得出来，他发现这个事实之后，他的心遭受了很大的打击，然后有一点不想面对。下一张牌呢，我们出现的是恶魔牌哦。恶魔牌这张牌预示了你们相遇时候的一个场景。那大家可以看到，有两只兔子，它们面对面，然后呢，都分别被锁链捆绑。那中间燃烧的一个火焰，这个火焰中有一个金币。好，我觉得其实你们刚开始遇到的时候，对对方就非常的有欲望哦，就是非常非常的吸引彼此。那对方对你比较像是这种，你的颜值就是他的菜，他对你非常的一见钟情哦。那在这个一见钟情中他就好像心中燃烧了这个熊熊的火焰，他非常被你吸引，你的谈吐，你的气质，还有你的这种姿态他都非常的喜欢。而且他为了要得到你他其实内心会有一个又一个的动力去驱动，他好想要去把你好像掌握在他的手心里面。那因此呢，这个人我觉得他会好像砸了很多金币在你身上，因为他其实也不大知道要怎么去追求你，但是他最多的就是金币，所以他呢其实蛮愿意在你身上花钱。对他来说呢，或者是说对你来说，我觉得你对他应该也是一见钟情。你们两个就好像互相被锁链所缠住了。那这种缠不是只有表面的，就是这种很纯的这种爱情，其实更多的，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性的意涵哦，它会驱使你们想要迫切的、完整的得到对方。那在这里面你们两个会互相的依赖，互相的纠缠哦。同时两个人也会在这种互相的这种纠缠的热情中，把自己的这种内心的阴暗面都揭示给对方看。他可能会告诉你他过去曾经这一段伤痛的一段感情，或者是遭受打击的事件可能是有关于家人或是朋友的一个事件。而你呢，你也会吐露你可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两个人会互相
揭露内心这个最深层的、最底层的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好，我们的下一张牌啊，出现的是 Two of Cups 圣杯二这张牌。那圣杯二这张牌啊，讲的是一个互相的吸引、互相的理解哦。这张牌的画面非常的柔美和谐哦，大家可以看到两只不同颜色的兔子手举着圣杯，好像在分享什么样子的事情哦。那我觉得啊，你们两个就很像是一对感情很好的鸳鸯，你们彼此之间呢有非常深的一个羁绊跟信任，你们两个会吐露真心话，并且能够互相理解，因为你们本身呢其实是有蛮多这种共通点哦，共通之处，像是可能你们的一个眼界、你们的一个学历、你们的一个这种兴趣啊、嗜好等等，对事物的看法有蛮多地方是相同的，所以你们在沟通上是蛮顺畅的哦。那圣杯二这张牌啊，它讲的是一个互相的吸引、互相的理解。这张牌的画面非常的柔和，非常的优美。大家可以看到两只兔子，不同颜色的兔子手上各拿着一个圣杯，好像要将这个圣杯中的东西分享给对方。这张牌代表你们两个其实会分享你们内心中最深沉、最真挚的话语，而且你们两个会设立一个目标，共同的前进。你们两个的羁绊是非常的深的，就像是一对鸳鸯一样。你们两个之间呢是有连结、是有信任感的。因为刚刚有说过，这个人啊，他曾经遭受过这种欺瞒啊，或者是被异性欺骗等等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其实遇到你的时候是稍微消沉，而没有对人有一点失去信任感，然后对于感情这件事有点动力缺缺。可是呢，在这一张牌看得出来，因为你们他又重新了萌生爱意，而且愿意去信任你们两个啊。本身啊有非常非常多共通之处，像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沟通会蛮顺畅，因为你们的这种眼界，或者是说你们的想法，对一些事物的观念，或者是说你们的经历、你们的学历，或者是说你们的兴趣，是有蛮多相通之处。这些相通让你们的沟通是非常的顺畅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像是烟的交缠的符号，你们彼此的这个思想是有对上的，有连结的。那同时啊，你们也有一些互补的东西。互补的东西就在于这两个圣杯中其实会有装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内涵，你们都想要分享给对方。对于对方来说呢，我觉得他比较是在这个物质世界啊，这个钱币的追求上蛮有一套的。他可能很会投资，很会理财，或者是他从商，或者是他有一个自己小小的事业，又或者是他家里有一些这个土地啊，他知道要怎么处理这种相关的事情等等，或者是这个人本身的这个学习能力很强，特别是在于物质世界的这个成就，他知道怎么样去达到他想要的东西。好，我觉得你们在这一方面就稍微弱一点哦，所以这个就是他强过于你们的地方。那你们呢，也有他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于你们的这个精神的内在的世界哦，你们内在的世界很丰富，很丰盈。你们对他来说啊，给了他非常大的一个复原力。他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他在你的身边，他感受到他是值得被爱的。你们开启了他很多不同的这种看事情的眼光。他可能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带他去经历一些他本来可能没有体验的，没有深入去体验的一些事情。那因为你们的这些兴趣啊，他可能也
会有更多的感官的体验，你们可能会拉着他去吃美食，或者是你们会拉着他去看电影啊，去旅行啊等等，去各地放松啊，或者是你们会把家里布置得很温馨，然后会告诉他哦，原来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很可爱的小东西，或者是你们可能会喜欢这种音乐啊、书籍等等，你们会分享给他，对他来说就是不一样的这种世界的感觉哦。所以你跟他两个人其实就像磁铁的两极，互相的吸引在一起之后，其实就展开了这种无限的可能。好，那这张牌它也有说，如果你们之间发生争执的话，这个争执不会持续太久，你们会很容易和好。那这个和好啊，反而会比之前的感情更加深、更加热络，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很诚心的想要跟对方连接，很诚心的想要在一起，所以就算中间呢有吵架，都是会和好的。那再强调一次，你跟这个人啊，其实第一眼真的是颜值啦，我觉得对方的颜值是你的菜，你的颜值也是对方的菜，因为在这张牌其实它里面也有讲到这个连接跟和谐包含了性的吸引力跟性的魅力，这个也是你们两个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下一张牌啊，出现的是权杖八。权杖八这张牌它代表的是讯息能量的快速的交换哦，而且很多是这种从电波来的，在空中传递的，而且啊是这种急速的传递，就像这八根权杖一样在天空中飞啊，如箭一般的前行哦，暗示着这种强大的力量跟速度哦。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你们两个第一个可能就是你们是这种异地恋，就是你们两个相遇是在网络上，你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这个讯息或者是这个照片或者是视讯等等的，来跟彼此有这种密切的交流。那也有可能就是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呢，对方可能在外地工作出差，你们在不同的城市，你们因为很想念对方，你们传了大量的讯息给对方，而且这个讯息是这种急速的，就是以惊人的姿态前进，就是两个人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资讯想要分享，很多的心情想要分享哦，就是进展的很快速、很流畅，然后这个推动力是非常强的，就是这种一口气进展的感觉哦。你们两个会非常非常的热烈，而且热络，就像这个丘比特的箭快速的在飞过，感觉上你们之间的讯息很强烈、很多，而且很甜蜜。感觉上你跟他都是这种一头栽进爱里面，而且彼此都会为这个关系注入很多的新的能量，而这个新的能量会为你们的关系带来新的春天以及新的展望。好，那我们的下一张牌出现的是 Ace of Cups， 这张牌呢是圣杯一。那你们有圣杯一，也有圣杯二诶。圣杯一这张牌是非常正能量的牌，它充满了爱跟希望，代表精神上十分满足，这种满足的喜悦跟幸福，就是几乎是非常非常的充满整个身体哦。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牌，它画的是一只兔子哦，它沐浴在这个超大的圣杯中，然后旁边呢，在它的身边有两只鸽子衔着小小的金币要给他，然后这个圣杯中的水不断的流泻而下，流到美丽的池塘中，这个池塘开满了花朵，所以这张牌是不是很美呢？它代表的是说，你跟他遇到的时候，其实就很像是被爱笼罩，感觉到很幸福，你们两个都觉得对彼此好着迷，而且你们会有这种想要携手终身，你们想要踏入一个婚姻的感觉，你们想要把彼此变为长久的一个伴侣哦。那这张牌
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结合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他来说，他在事业上这两只鸟衔着金币过来，他在事业上其实是会有更多的一个推进，会有许多很好的机会出现。你好像就是会给他带来一个很旺夫或者是旺妻的感觉哦，旺男朋友或者是旺女朋友，你们会旺他的这个事业，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起始新的机会，那他的这个事业就被你们好像这种气场深深的给推动了。他的事业会充满了很多的机会，然后他也会努力的去抓住这些机会。那对你来说呢？我觉得你们并不是说非常的对于物质世界有所追寻的人。对于你们来说呢，这个人的出现让你们的内心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哦，极大的这种平衡哦。你会觉得你的内在是很和谐的，很美丽的，然后很快乐的，也很幸运的，你很满足，就像这个圣杯被水充满一样，你不会再去外在好像追寻什么你缺失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要寻找你人生中最后一块拼图。你遇到它之后，其实你内在的满足就被完成了。所以你们两个是互相支持的，互相开展对方的这个对于未来的一个机会。好。以上呢是塔罗牌的部分，我们接下来再来抽出你们两个深入相处的一些细节。好，我们来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我们来抽一下两个人，第二组的你们，然后跟这个人相处上的一些细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牌会出现。好，第一张牌。这个人呢，对你真的是充满了好奇心，像好奇宝宝一样。他遇到你的时候，就会回到一个很孩子气、很天真的一个状态。不管他在外面是多么的呼风唤雨，多么的有头脑，多么的这个有策略，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哇，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好好奇哦。他想要看着你，就是他的眼睛这个真的很大哦，就是目不转睛的看着你，想要更加的认识你哦。他会默默的观察你，因为好害怕你会逃走哦。然后他要进行进攻的时候，都会三思而后行，去想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我要怎么样去跟你应对呢？因为刚刚有说过，他在感情这一块，他其实是比较没有这么手腕他的手腕比较没有这么强，在这个感情的这种应对上，他不是很熟悉的，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哦，他就是很好奇、很纯真的望着你的感觉哦。好，接下来说的这个，他的深深的伤口，这只野狼正在树旁舔舐他这个深深的伤口，那这个伤口可能是来自于情感上的一个打击，或者是来自这个名誉上的一个打击哦。那这个人呢，他本来的复原力是比较缓慢的，虽然他有在走，也有在复原，那可能对于感情就稍微比较随缘的一个心态。可是他遇到你之后，他想要积极的治疗他自己，因为他想要追求你们，你让他的人生又重新有了希望，而且你的出现呢，其实就是加速了他这个身体的伤、心理的伤的一个疗伤哦。你们本身是有很强大的这个治愈力，你们很温暖，你们能够同理，所以对于他的伤口复原，就像是一个良药一样。好，非常的棒。接下来这一张牌我们出现的是 investment。 好，这一张牌它讲的是毛毛虫变成蝴蝶的一个蜕变。好，其实我觉得你们就是选择到对方都很不错，很像是一个潜力股哦，因为两个人都是这种很棒的
一个有很棒的一个本质跟潜力，它就像是一个朴实一样哦，越去琢磨它就会变得越亮，越去打磨它就会变成一个像钻石一样明亮的闪耀的一个有价值的东西。那对于你呢？其实你就像是一个破茧而出的蝴蝶，你们的生命就是越变越美丽，而且呢，这个美丽啊，不仅是在外貌上，你们在内涵也会越来越丰富。所以你们两个的相遇啊，其实对彼此都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很好的投资。你投资在这个人，你把感情，你把心血，你把你的时间投注在这个人，是会有很大很棒的一个回报的。同时啊，他把他的金币，他把他的真心投资在你身上，你也会回报他同等的温柔，同等的关爱。你会让他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你其实就像啦啦队一样，你会用你的这个能量去照顾他，去温暖他。好，接下来这张牌呢，它讲的是一个比较实际层面的东西哦。大家可以看到这只野狼，然后它上面呢有一只乌鸦哦，灰色的乌鸦，然后它的眼光非常的锐利。刚刚有说过，你们两个其实就是蛮能够互补的一群人哦。然后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一样会遇到磨难跟挑战，可是你们可以利用彼此的特色来互补，一起去打败这个现实世界中的大魔王。刚刚有说过，他还蛮会投资赚钱的，然后还蛮会在物质世界中取得成就，可是他可能在生活上以及在这个人情上的这种处事方面呢，就是容易去听信别人，或者是可能容易心软，容易被骗等等的。你们其实就是他很好的一个军师哦。你们看人，我觉得蛮准的。这个准并不是说经过了很多的历练，你们不是那种经过很多的被骗然后学习到的。我觉得你们就是天生有这种直觉力啦。你们能够很敏感的知道这个人他背后的真实的意图，你们能够分辨，所以对他来说呢，你们两个的结合很棒，你们两个可以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些阴暗，好，而且可以走得很稳很好。好，最后一张牌哦，出现的是 Passionate。Passionate 这张牌啊，我觉得哇哦，两个人非常的热情哦，可能有这种充满热情的亲吻，充满热情的拥抱，而且是毫不隐瞒的这种热情。其实刚刚也就呼应了那张恶魔牌，你们两个人对彼此是很有欲望的，然后好像这种夫唱妇随，然后一个人做什么，另外一个人就想要在旁边跟随他。这两只野狼很开心的在河岸边玩耍，你们两个对彼此非常有热情，会想要去参与对方的一个世界。你们两个的结合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是一个成功的结合，可以一起迎来下一阶段的这种全新的可能性。那你们两个的磁场也都非常的很好，是一个优质的能量，结合起来呢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弹性。然后我觉得啊，他其实啊内心应该蛮期待，蛮想要见到你的，蛮希望你可以快点走入到他的生活中，就是一个让他能够全心去爱的人，他也能够全然的被爱的这种互相的感觉。那你跟他之间呢，一旦走到一个对的时间点，很多事情哦就会水到渠成，所以两个人不用担心哦，时间会把最正确的人送到你们的身边。好，以上啊就是第二组你们的一个解牌咯，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哦。那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想到第三组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个爱上你们的人会是谁。宇宙给我们指引哦，来看一下你们对应到的能量哦，全心爱你们的人会是谁哦？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塔罗牌。好，我们第一张牌
女祭司。第二张牌 Six of Cups, Seven of Cups, Eight of Swords, wow, Nine of Swords, Sunrise。好，我们今天的牌是这样子。首先第一张牌啊是女祭司牌哦，女祭司它是月亮的使者，它的元素是水哦，它代表的是一个直觉力跟精神的洞察力。我觉得在你们两个双方中，这个比较阴性的能量哦，你们双方中有一方的能量是这样子的，它是个性比较高冷，比较追求完美的。感觉上是比较安静内敛的，然后注重隐私的。那行动是有一点神秘的感觉，是你们双方的其中一方哦。那感觉上比较像是女生这边的能量哦，就是假设你们要问的这个人他是一个男生，那他所对应到的这个女生的能量，她的个性是一个比较有一点龟毛，有一点追求完美，然后她是比较内敛的一个人哦。她的行动力可能没有很强，但是她的内在会有蛮多的思绪，像是一些沉思啊，特别是在夜晚会进行一些沉思，就是表面上这个水面看起来平静无波，可是实际上啊，这个阴性的能量它有这种很深沉的思虑，他常常考虑很多，有这种很多的情绪，很容易被外在的事物所触动，可能蛮容易看到什么影片，听到什么音乐就会流眼泪，算是比较敏感、比较特别的这个阴性的能量。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 Six of Cups， 这张牌的太阳落入了天蝎座。那太阳的光明进入到天蝎座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代表所有的这个角落，就是其实都会充满这种感情的流动，所有阴暗的角落都会被照亮。那这一张牌呢，它象征的其实是一个过去的回忆耶，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蛮有可能是你们的一个旧人哦，你跟他以前呢就有认识。那你们可能是这种情侣关系又分手，那或者是说你们是这种互有好感，但是还没有更进一步到恋人的一个关系哦。因为这张牌代表说你跟这个人之间其实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的。那这个美好的回忆中啊，是他会不断的在回味的一个情境哦。那接下来的这两张牌，一张牌是 Seven of Cups 跟 Eight of Swords， 我会觉得你们当初啊，你跟这个人，他带给你的回忆中有一些比较难过的成分在，就是你们当初有多美好，那分开的时候就有多难过。为什么你们两个会走到这个分开呢？我觉得本身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在对方身上，可能是对方单方面的分手、断联，或者是终止，或者是慢慢的淡出你的生命，看起来给你们带来一些蛮大的一个伤害，会让你们有点像是迷失，就是会让你们有一点消沉一段时间，或是说不想要再谈感情，就是感觉上你们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回忆。主要的原因出在于过去的这个人哦，他好像有一些想追求的东西，可能是他想要追求成功，想要追求金钱，他想要在课业上有所达成，他说想要在物质的世界中有所达成，或者是说呢他对于这种美色啊会有欲望，或者是他会想要去追求一栋房子等等。我觉得他的心思好乱哦，有好多想要的东西浮在这个天空中，那他有点搞不清楚他人生的优先顺序，什么看到
什么好的东西，他就会想要去试着看自己有没有办法去拿到哦。他的思绪在过去的那段时间是很乱的，同时啊，我觉得他在感情上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我想要去再看看有没有更适合我的人，我想要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人的这种感觉，注意力是蛮分散的。不然就是他为了要追求事业，暂时把感情放在一边。那我觉得这个分离啊，会造成两方蛮痛苦的，在那个时候特别是你这边。那我们接下来出现的是 Nine of Swords 这张牌。宝剑九代表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只兔子啊，它好像有点垂头丧气，不知道是刚睡醒还是一直整夜都睡不着。它拿着棉被，然后手放在头上，好像很苦恼的样子。这个代表这个人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他在床上叹息。这张牌呈现了很深的一个不安、懊悔跟罪恶感。这个意思了说，我觉得他从过去的这个追寻中，好像发现他有一点这种眼高手低嘛，或者是说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他也要求太多了。这个人他可能对伴侣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就是各方面的就是各方面这种表列式啊，他都希望去达到生活的习惯啊、待人处事等等的。好。或者是他在这个金钱上有很多的追求吧。这个人其实到现在他的心情是懊悔的、懊悔不安的，而且有强烈的觉得，如果我那个时候可能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做就好了。他有一股脑的自责，甚至是这种很低头的在自责，都看不见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他因为这种悲伤啊，或者是说后悔啊，常常会睡不着，常常会失眠，甚至有一点受到良心的谴责，就是如果过去他曾经用不好的言语，或者是你们分手没有这么和平的话，他其实有一些懊悔。那甚至呢，他会觉得说，他其实内心会蛮想要找一个时机，好好的去跟你道歉，把当初他觉得他考虑不周的事情跟你好好的做一个说明。我觉得他的想法从当时到现在有了蛮大的一个差别。这组牌我觉得你们对应到能量比较像是一个救人然后这个人的想法经过了转变，这个转变是他遇到了他的追寻上有一个挫折在。好，然后他才好像明白了，当时你们两个相处的这个情形，其实给他带来很单纯的快乐，很单纯的温暖。他很后悔，他也希望他有办法再回到这个情景。他其实一直在回味，一直在回忆里面。那这些烦恼啊，这些后悔啊，这些失望的感觉深深的埋在他的内心中，不断的去折磨他。这个人内心除了后悔之外呢，他下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 Sunrise。 我觉得他会渐渐的从这个很低沉的情绪中想办法振作，想办法要去追回他当初认为他失去的这段感情这段他现在才意识到是一件很重要的感情，就是你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他现在才意识到的这一段感情有多么的重要。而且当时你们两个之间的阻碍，比如说你们可能有一些异地恋距离的一个阻碍，或者是外力的一个阻碍，到这个时候太阳升起的这个时候已经从夜晚转变成天亮了。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其实这些困难呢，我觉得会一一被消融，一一被解决。那这一张牌，这张木星在双子座的宝剑八，我觉得其实不止他有懊悔，你们某一方面你们也
被这种思绪困住了，因为如果你们是这个阴性的这个能量，我觉得你们是思绪非常多的，你们会思考层层面面，然后有的时候太多的思绪就像是自己蒙住了自己的双眼，跟绑住了自己的手脚一样哦。很多的思考好像被卡住了，然后有一个冲突在，一个冲突在于理性跟感性哦，就是你们想要做一个平衡哦，太多的情绪想要用理智去压制等等的。好，不止他很后悔，我觉得你们也有一点好像在思考上有一点就是一直钻牛角尖的感觉哦。你可能到现在还有一点点对他当时这么做有一点点不谅解嘛，或者是有一点点觉得可惜。如果你们当时没有这些阻碍的话，会不会更顺利？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到了太阳这边哦，太阳这张牌其实它就有一个很光明的结局。太阳发光非常的强哦，它代表着这种无忧无虑的活力，而且太阳呢，它是生命力的来源，它孕育了土地，孕育了万物。基本上呢，它代表了生命的光明面和开朗的一面。它包含的特质像是无忧无虑啊，还有各种生命自发的喜悦。也就是说呢，你们两个从比较深层的层面来讲，这一张牌它代表了和解跟和好。这种和解跟和好是比较深层，从心里深处去和解跟和好。因为太阳一照亮，太阳的光芒一射出之后，所有的真相，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都会在阳光前面非常的清楚、清晰跟明白。在这样子的明白下，你们两个会有一个很乐观的一个和解。这个和解呢，会让你感到你们两个的关系中有太阳的升起，它带来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你会感觉到心头好像有一股暖流一样哦，它可以让你治好旧有的一些伤口，并且如果你有一些悲伤的话，或者是他有一些懊悔的话，这个太阳的能量哦，你们都可以从中受到治愈。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可以好像沐浴在这个阳光的照耀下，像新生的婴儿一样，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和平的开始，然后是一个快乐的开始。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的牌，看一下你们两个相处的一些细节的模式哦。我们请塔罗牌，我们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哦。好，来抽出我们今天的牌。好，刚刚有说到这个人，他其实对他过去做的一些事情他内心是有后悔，是有懊悔的。那这张牌其实就呼应了刚刚的这张兔子的 Nine of Swords， 大家有看到吗？兔子它正在低头，垂着头，很沮丧的样子哦。好，呼应了宝剑9。代表说这个人他其实在心态上也不大确定你们还会不会接受他，或者是说你们可能就是有交了新的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或者是说你们暂时不想谈感情，有自己的目标。他其实内心有一些纠结哦，他一方面不想要失去你们，然后一方面又因为自责感到懊悔哦，就是他内在有蛮多烦恼，这个烦恼好像把他的心理跟头脑，就是他的理智跟情绪拉往不同的两极哦。接下来这张牌这张牌大家可以看到有3双眼睛，3双眼睛好多的眼睛，它一直在盯着你们看，因为你们非常的迷人哦。这个迷人我觉得它好像有一点后知后觉的感觉哦，就是它其实好像
在分开的之后，他有经历过一些人，这个经历可能是有交往，或者是说暧昧，或者是说有在接触认识一些人，那好像这些人都没有达到他心中的某一种要求。刚刚说过，我觉得他要求还是不低。那可能有的人就是他觉得外貌是吸引他的，可是内在谈吐就是怎么样都是没有话题聊，或者是说呢这个人就是跟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是可以沟通的，但是就是激不起他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情感上的欲望，这样子他也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伴侣，所以他其实后来仔细的想一想，还是觉得过往的你们其实是这么的美好，因此他从回忆中又开始翻起你们的讯息、你们的照片，以及他在脑海中想到你们的样子。其实你们是这么的迷人他这个3双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你们，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迷人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世界牌，这张牌非常的美，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画的是有高山、有小溪，还有这个苍郁的树木，以及太阳微微的正要升起，旭日东升的感觉这个世界这张牌看到的是一个很漂亮的景色，很棒的一个景色，它代表你们两个的关系达到目的地之后，会看见一个很棒很漂亮的景色，同时会产生一种满足感。在这个漂亮的地方，我们可以将事情有一个漂亮的完成那这个完成是一个小阶段的完成，并不是说到这里就终止了，它有点像是中间的休息站，因为太阳正要升起，我们暂时完成之后还会继续，你们的关系之后还有其他的推展，可是你们可以在这里，在你们复合的时候，或者是说在你们重新连结的时候，重新和好修好的时候，或是重新联络上的时候，你们可以暂时品尝这个幸福跟喜悦的感觉好，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一个正确的地方，因为两个人走到了正确的时间点，同时用正确的位置、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彼此，才可以达到这种世界牌的一个状况。你们在这个状态中其实会觉得很安全，好像是找到了一个家的感觉，很安全，受到保护，而且你内在跟他的内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你们会想要进行一个更大的结合。那你们在这个关系里绝对是舒服的，你可以将自己全心的舒服的放进去，然后完全的投放住你自己因为你完全的投放你自己，对方也完全的放入他自己，这段关系才会有新的活力，两个人才会变成更大的结合，更大的统一创造出像世界一样美好的景致。好，下一张牌其实主要告诉你，就是这个人说他改变了。这只野狼其实在洞穴中反省他是这个头下脚上，他其实翻来覆去在思考他有一点他已经跟原来的思考方式其实有很大的转变，因为野狼本身是因为这张牌有象征，就是上下的颠倒，代表说他的思绪也有一次的蜕变跟突破，他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呢，因为他有了这个转变，使他可以刚刚说过，用比较正确的态度以及比较正确的位置来面对这段感情。那这个转变同时也跟世界牌一样，它是迎接来一个段落，然后还要再次启程，并不是说我转变到这边就停止了，它还是会再次启程的。其实你们过去面对的那些挑战跟阻碍，或者是两个人的隔阂已经转化了，接下来呢，你们要再次启程你们达到了一个世界的巅峰之后，你们要再继续探索，继续进行两个人的关系。在这之后还会有
各式各样的变化来等着你们哦。但是世界牌代表你们会有暂时的这种幸福跟喜悦，你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好，以上啊就是第3组的朋友对应到的能量，我觉得跟前2组比较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组就蛮明显的感觉是一个旧人。好，这个旧人很懊悔，然后他想要去挽回你们，想要就是对于他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他内心是有自责在的。好，以上啊就是第3组你们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都有帮助到你们哦。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